裴玉定全力为县。太史丞昨日也看到了蔡医署的情况，既然没有医官诊治，不如就让裴医公试试。既如此，还请裴医公务必尽全力为县主诊治。太史丞真好啊！你要是把我治死了，可就真的没人能帮你了。怎么还咳得这么厉害？裴玉这药到底有没有用啊？还要放下走吧。你生病不让我见，虽然只有1天，我都想死你了。你怎么这么绝情？我还没好呢，这不是怕你染病吗？从上师学药的，又冰又甜，吃了呀嗓子舒服。喝了药才能吃。别等了，太史丞啊，一早就出门了。没有，他没问你有没有好转。那你就不好奇我有没有好转？不烧了，咳嗽也好多了。刚才咳那么凶，果然是装的。太史丞回来了。从脉象上看，县主已经痊愈了。接下来几日只需吃些进补的食物，便可恢复如初。县主自己感觉怎么样？轻松多了。昨天一夜没有咳嗽，一觉睡到天亮。我就说我的药没问题。告诉太史丞，我暂时不会死了。太史丞一早就出门了。他没有问过我的情况吗？太史丞沉稳内敛，早就算准我定会康复。县主，你完了，你都学会给太史丞找理由了。那日太医署有位医监前来，说是要抓阄选人去试药。那医监抱着个竹筐，里边放着折好的纸阄，说有谁抓到带字的纸条就去试药。所有人都抓了阄。是，开始一连10几个都是空白，直到刘甲才抓到带字的纸条。大家原本都很羡慕他，直到听说那药吃了便死，就都有些后怕。你可见过那纸条的样子？刘甲那张纸条上写了个正字，大家原本都想凑近看看，但刘甲说他手上有水，纸湿了便破了，就扔掉了。来选人的医监什么样？是个男子，他右手手背上有个疤。知道了。见过圣上，娘子。果真是痊愈了。
你这孩子真是的，染了病也不说，好了才告诉我们。佩仪今日是来请罪的。宫门封锁，你都能搞出幺蛾子来，这次没有惹祸。说来听听。上次新药方试药，内侍猝死，而太医署的几位医丞都说已死药方并不会导致如此凶猛的后果。为了再次验证此方，我便主动染上实剂，请裴医公为我医治，并以此方治疗。先斩后奏，故而请罪。你这孩子可太莽撞了，幸好是痊愈了，实属幸运。此番既然是为了验证新药方，替圣上分忧，就不要犟嘴了吧。起来吧。你呀，你害朕跟淑妃为你担心，就是有罪，就要受罚。不过，不是在当下。你那位开药方的医监呢？只是名医公，是名女子，正在殿外候着。传医公。圣上，罪臣裴玉见过圣上。抬起头来回话。这药方可跟上次的药方一致？县主所用药方与上次一致。那为何上次会致人死亡呢？圣上，因为那人本来就有严重的胃疾，臣这几日走访了死者生前的同僚，他们都知道死者受胃疾困惑已久，换方的病历中也有相关记录。试药前我为他诊脉时，便察觉到了他有胃疾，但情况并不严重。看来他应是在试药前服用了胃药。我虽调整了药方，但他仍受不住刺激，这才……所以问题并非在药方，而是病情被隐瞒，所以影响了裴医公的诊断。这药，静儿是否能够承受得住啊？为小皇子施药之前，也会参考这几日的脉案以及当下的病况。好，那朕的皇儿就全靠你了。定不负圣上所托。县主痊愈了。是，多亏了裴医公的药。也要多谢萧兄，那晚为我及时求医。萧母所做不足挂齿，若染病的是我，相信县主也会不遗余力。总要说出来的。萧兄，这次确实是我为了帮裴医公验证药方，故意染病。先前答应过萧兄不再自损身体，我没有做到。你想说什么就说吧，我不会为自己找理由。我虽信任裴医公，但我能否活下来，当时也不知道。生病的原因是我骗了你，但那番遗言，却都是我真情实感。你若生气，我也不怪你。但是，这病得了是真难受，千万别生病。之前我见县主为查案不惜自损身体，我觉得这种方式看似英勇，却多少有些莽撞。但这次，我才明白县主的良苦用心。在这深宫之中，只有用这种破釜沉舟的方式，才能去找寻真相，助众生。萧兄谬赞了，我哪有那么崇高？只是有这个身份，比他们多一些偏爱罢了。我为宫中时其心急是真的，想帮裴玉验证药方是真的，不怕死，
也是真的。但我害怕。别怕，萧兄算出了大吉之卦，我知道我会没事的。萧兄那几日没来问候，我还以为你在置气，今日看来是我小人之心。萧兄是调查那位施药的内侍去了。若我整日在县主面前晃悠，只怕县主不会好得这么快。县主要为裴义公证明，我也只能做点小事，证明那次施药失败，并不完全是裴义公的责任。选中刘甲施药，应该不是偶然。没错，那次来选人的是黄甫通。刘甲，是你特意选定的吧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裴玉的药方害死人，是我暗中阻挠吗？这女人医术不精，妖术倒是高超，个个都如此维护她。裴玉的药方姓烈，你为了不让他出头，特意找来了身患实际又有位极的刘甲。真是好笑。我3个月在幻方任职1次，诊治过这么多宫人内侍，我怎知谁有危疾？再说了，病人是抓阄选中的，全凭天意。是这样的，天意。我不懂太史城耍的什么仙术，但若太史城有确凿的证据，证明是我动过手脚，我自然认罪。不然，就请太史城离太医署远些。本就人手不足，若耽误了各位贵人娘子的病情，太史城怕承担不起。是凡石。太医署可不缺这个。我猜测黄甫通用矾石水在每张纸上都写了字，再用某种方式哄骗刘甲，抓阄之前沾湿手指，因此无论他抓的哪张纸，纸上字迹都会显现出来。只是刘甲已死，当初用来抓阄的纸张也早就没了踪迹。师傅，师傅，怎么这会儿还熊眼睛？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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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。你来时，宋玉令便是如此。不是的，我来时，师傅头上盖着帕子，师傅有眼疾，这是他每日睡前用以熏蒸双目的药汤。师傅俯身在水盆上，用热气熏蒸双目。今日天寒，搭一块热帕子，水会凉得慢些。会不会是这个药的问题？我知道师傅的方子。没问题。那这药汤呢？药汤若有问题，师傅会发现的。而且这药性温平，并无相反相害的配伍。宋玉令每晚都会熏蒸眼睛吗？此事有谁知道？太医署的人都知道。裴义公，请随我出来一下。没了他师傅的庇护，以他这整容人的性子，在太医署恐怕更艰难了。
干嘛一直皱着眉啊？我虽然被关在里面，但起码还活着。我会救你出去的。我知道。我想让你相信，我会救你出去的。我相信。我知道你在期待什么。你虽然没有找到家华端王之人，但你知道，那人一定在盯着你。你此次落难被圣上赶出宫，对他来说是天赐良机。你在期待他急不可耐，你期待他对你下手，这样你就有机会能够抓到他。什么都瞒不过你，还说自己不会卜卦算命。那你告诉我，我是不是一定会抓到他？他是要杀你，我也是要杀他的。但他不值得你搭上自己的性命。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出去之后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一点时间？在这段时间里，不要伤害自己。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人？看来我的命也不是一直不好，我也没有那么糟糕。你一直都很好，你的命也没有不好。有人行恶事，我就陪你把他找出来。凶者实至，浅过无察，种下恶因的人，必定会得恶果。我会让你看到的。县主，太史城真的到时辰了。快走吧。希望你能明白我。裴爷，不要让任何人伤害你，更不要伤害自己。放心吧，有你。县主，房间月白还在布置，很快就能休息了。不行，15年没回来，我还想再转转。这宅子很大，只有我和月白2个人，全部整理出来还需要些时候。不过县主喜欢去的地方，我们先紧着打扫；不常去的地方，我们最后再收拾。这样县主也能住得舒服些。
回自己的家，怎么住着都舒服。县主，你没事吧？县主要进去吗？我想办法把门打开。你还有开锁的本事？那倒没有，这锁虽然是新落的，但门已经糟了。我可以想办法把门卸下来。你跟我久了，倒是越来越像我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想。既然他替我做了决定，就先不进去了。县主会算命？是太史城。我这回来了。老鬼头，你害我！彼此彼此，对付个黑羊也需要这么久吗？他有驼龙，我能活着回来，你还不夸夸我？哼，放火烧人老巢，夸什么呀？不是我，是他自己干的。他死了。怎么，舍不得？他那还是有不少好东西的，可惜都见不得人。东西全烧了。那不至于。啊，云香山。哎，买家呢？账簿没找到吗？账簿都烧毁了。哦，但也没全毁。政务嘛，还是得尽全力抢救一下。不过这上面的字，办案嘛，也不能都用寻常手段。那是当然，不过被人知道也不太好吧？说吧，怎么才能给我？不是给你了吗？我说的是暗格那把钥匙。治事的时候都交了。交了就交了吧。去哪儿啊？回内业局，政务入库。你起码得让我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吧。你治事了，看不得。该。鬼丫头，又耍我呀？怎么能说是耍呢？还行，心病解除了。老鬼头！这佛台是你们娘子供奉的吗？是，娘子活着的时候，都是她亲自打理。现在，我想佛前的香火还是不要断的好。
娘子每晚都要在此诵经，那时身边不需要有人照顾，会让我和方生去休息一会儿。每晚都念吗？也不是每晚，诵经前会让我们点上香烛，基本上香烛燃尽了，娘子也就诵完了，刚好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。这不是普通的香烛，而是酥油做的长明灯。你的伤还没好，请家人先休息吧。皮外伤，又有老鬼头的药，不碍事。一盏长明灯燃尽，可不止半个时辰。娘子诵经居然要1个多时辰，没觉得过了这么久啊。这人忙里偷闲，自然会觉得时间过得快一些。王才女应该就是趁着1个多时辰的时间，独自离开寒凉殿的。如此，时间有了，接下来就要去找地点和人。1个多时辰的时间，若想幽会，往返脚程，应该是在半个时辰之内。寒凉殿已经是宫里最东南边的宫殿了，我们往西和北去找。北边是花园，圣上嫔妃们多喜去那里游玩，应该不是。那我们往西找。这里是在修的承恩宫，不过修了1年多，还没修好。这里虽不是新君宫最好的位置，但也是吉位，怎么会如此荒废？看来这承恩宫被废弃，确实有些古怪。不过这无人敢靠近的废弃宫殿，是不是私会的好去处呢？秋秋，你看，整个承恩宫只有这一处偏房被修缮整齐，看来此处不一般。这里应该是最近才被清空的，但有些奇怪。哪里奇怪？你将房门反锁也无用，想在宫中杀人灭口，实在是痴心妄想。请仙主好好享受吧。太师成，你怎么了？头怎么这么烫？屋子有问题。哪里有问题？蜡烛。有迷烟。轻敌了，只要和清白扯上关系，
任我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一定会被束住手脚。县主不是寻常女子，但女子魔效，牵扯的不只是她一个人。县主将我捆起来，他们便无谣言可造。太史丞，真难得你又聪慧又简单。屋子淡了。县主，县主，县主，皇上。我们要不要把窗户纸捅破？什么？县主，快来帮忙！明烟散掉，人会好些。我中了迷，没力气了。县主，快过来！通风之后会好很多。我扶县主过来。太师长，得罪了。
昨天晚上就在长安宫，一推开门就看到县主和太师城倒在床上，一丝不挂，连大头的刘内侍都吓坏了。虽说福章县主一向乖张，但还未出阁就如此放肆，实在是太大胆了。早就听人说县主真是带着个男子在身边，肯定有问题，没想到这么没遮拦。又来是吧？我正要找你呢。找我啊？有人托我带话给你。南角门的金吾卫说，你的心意他知道了，但他已有婚约，实在是不能接受你的情谊。你给他的帕子他也丢掉了，让你以后别再这样做了。心意，帕子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金吾卫？什么死帕？哦，对了，他还说，让你以后别趁着值夜班的时候偷溜出去，万一这要是被人看到了，不好的。胡说八道！是哪个混人在造谣啊？你是淑妃宫里新来的幽兰吧？帕子上绣着个兰花。是。那就没错了。我提醒你一句以后行事低调一些，万一被人告到淑妃那里，你是要被赶出去的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做，为什么要被赶出去啊？你不是喜欢造谣吗？送你也当一次主角。你。老大，你醒了？少兄呢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惦记太史城呢？被送回萧府了。老大，你再怎么说也是个女儿家，以后夜里禅，你带上我好不好？孤男寡女独处一室，再怎么说传出去也不好听啊。我查案被人暗算了，我当然知道了，但是别人不管那么多的。皇家秘辛，当然是说的越刺激越离谱越好了。我听听有多离谱。他们就是说，你和太史城借查案私会了，然后点了合欢香，酱用多了。哎，我不想听他们这么说你。我要是那么在意旁人怎么说，还活得成吗？只要你相信我就好了。我当然信你了，一群长舌，无聊至极。怎么找到我的？一个内侍说在长安宫听到了怪声，还看到了鬼火，非得说闹鬼了。之前寒凉殿那案子闹得宫里人心惶惶的，那个内侍就和一队禁务卫去把长安宫里里外外搜了个遍，然后在最里边那个房间看到了你和太史城。那岂不是传得人尽皆知？是啊。那就好。那就好。老大，你故意的？对啊，动静闹大了，那人才能光明正大的来打探消息。娘子万安，为贤妃万安。佩仪，快过来。我一听说承恩宫出事，就赶忙过来了。
承恩宫是圣上赐给韦贤妃的寝殿，虽然还在修葺中，但终归算是她的地方。承恩宫从修葺开始就事故不断，如今竟发生了这种事，你怎么会去那儿？是在查玉书的案子？我们查到他在宫中与人有私，幽会之处就在承恩宫。这么大的罪名啊，有何实证？那夜去查案，有些线索无法告知韦贤妃。我就说这承恩宫风水有问题，我必得向圣上恳请，不如就推倒重新建算了。是啊，皇才女在韦贤妃的废宫中与人幽会，去世前又与韦贤妃颇有来往，也不知这中间有何因缘。佩仪，这承恩宫毕竟是我的宫院，发生这种事，我自然脱不了干系。佩仪若要查我，我自会知无不言。韦贤妃既然不介意，我可就派人去查了。我自是不在意那些，只是有些事外面传的风言风语的。什么？都是那些宫人乱传的。韦贤妃但说无妨。那些乱嚼舌根的，传你和那萧怀瑾共度一夜，还说你们还用了合欢香。韦贤妃真的很担心我，问得这么详细。敢在我和姐姐的院子里嚼舌根，不想要脑袋了是吧？妹妹息怒，我也是关心则乱，实属是我多事了，岂无牵连旁人。只是眼下要紧的是佩仪的名声，不能任人再传下去了。姐姐觉得应当如何？我也不是有主意的，但最近几日，佩仪还是留在妹妹宫里吧。闹出这种事，就别再抛头露面，引人非议。姐姐这话一说，旁人会不会非议不知道，倒是把这不存在的事情给坐实了。这孩子虽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是我一手带大。从小他想要星星月亮，圣上都会赏给他。用得着为个男人去私会吗？是了是了，我就说呢，此事蹊跷，一定是闹了什么误会了。我只是担心。圣上和我都不喜欢你查案，今日遇到这样的事，旁人不会在意事出何因，只会为一夜风月添油加醋。随他们去说好。胡闹！
你可是李家的女儿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事关皇家的颜面，可不是你服个软撒个娇就能解决的。圣上让人把你送到我这儿来，说明他已经知道了，还默许我来处理。我若处理不好，圣上就要亲自出面了。娘子打算如何处理？我去求圣上，给你和萧怀瑾赐婚。我知道你不愿意，可也没有旁的办法了。赐婚之后，我就可以和太史丞一起查案吗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查案？流言蜚语的我不在乎，但是会让你和圣上困扰，我不愿给你添烦恼。若赐婚可以解决此事，我答应便是。此事了结，我便继续过我的日子，查我的案子，有何不可？你这孩子，心真是又冷又热的。虽然养在我跟前15年，可我终究不是你亲娘，不能真的明白。太娘子对我的好，我都明白。我会去和圣上商量赐婚的事，趁这几日，你去忙吧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让你离李佩仪远一点，你非但不听，如今还传出这种事情，你让我们萧家的颜面往哪放？我们只是奉命查案，遭人陷害。我身为男子，此时要考虑的是维护县主清誉，实在无心顾及萧家的脸面。那李佩仪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非要跟他纠缠不清？我也想知道李佩仪到底是什么人，能让父亲如此忌惮。我是怕你把自己的性命搭上还不够，还要我们整个萧家给你陪葬。我说我们是被人陷害的，你信不信？我说我们清清白白的，你信不信？我信不信有什么用？那些工人内侍信吗？满朝文我信吗？圣上信吗？为何要用这种手段陷害你？就是因为这种事，但凡能捕风捉影，于你就是弥天大罪。你做过什么不重要，圣上以为你做过什么才重要。那我便去向圣上解释清楚。圣上若不信呢？那我便先问过县主，若他同意，我便求圣上赐婚；若他不同意，我便以死证明他的清白。你敢？怀瑾，我有何不敢？你这个逆子！别说了，我干脆直接杀了你，免得你出去殃及全家。别再说了，别再说了。既然父亲看我如在也，我早便是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拦住，使他离开圣府一步。是。县主来了，我们实在拦不住，请你在这听。挂脸先吃，挂脸先吃。
县主怎么会到我府上来？案子还未了结，来找我的搭档一起断案去。小儿抱恙未愈，需告假一些时日，休养身体。我去看看他。小儿有病在身，不便见人。我颇懂医术，刚好可以为太史丞诊治。县主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何处境啊？那风言风语已传遍朝野，县主为何还不避嫌？若让人知道你出现在我萧府，县主置皇家颜面于何地？又要我萧家如何自处啊？萧太傅无需担心，淑妃娘子已经决定禀告圣上，为我和太史丞赐婚。这样我们既不用避嫌，萧家也可以安然自处了。县主虽历来无所顾忌，但婚姻大事岂可如此随意？太傅是对我不满意，还是对我家事不满意？县主只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原来萧太傅也懂这个道理。我们遭人陷害，你又何必如此动怒？老臣求县主高抬贵手，放过怀瑾，放过我们萧家。那现在萧太傅是有求于我了，那我们可以好好谈谈。15年前端王府之事，萧太傅究竟隐瞒了什么？太史丞身上的熏香我不会忘记。15年前端王府被灭门之时，我闻过这个味道。萧夫人和太史丞都说，那香是萧夫人亲自调的，所以那晚一定有萧家人在场。10几年前闻过的味道，县主太武断了，甚至有些荒谬。我知道这算不得证据，但是与不是，我清楚，在场那个人也清楚。味道我可能会记错，但那一日我落水之事，我不可能会记错。那日救我之人，不只有萧怀瑾。我幼时经历过太多事，失去了很多记忆，但遇到太史丞之后，那些碎片被一片片、一点点拼凑起来，我竟然想起来一些了。说起来，萧太傅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关于落水获救。太史丞和淑妃娘子告诉我的，都是与事实截然不同的故事。太史丞当时年幼，我不知他是记忆模糊还是故意隐瞒，但我知道萧太傅一定知道什么，为了某些目的而隐瞒了真相。此事我不记得了。
就算我救过你，你也应当感谢我们父子，而不是恩将仇报。这个故事就像我家被灭门一样，看似完整，但实则充满破绽。而更巧的是，还都与萧家有关。县主若执意把自己的无端揣测当作罪名强加于萧家，我无话可说，只能上报圣上，求个公道。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时间，只要太史丞留在我身边，我总会想起来的。你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怀瑾。是又如何？现在我与萧家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你可以什么都不说，但你要做好每时每刻被我缠上的准备。一旦赐婚，我就会请命入住萧府，你日日夜夜都别想逃离我。县主，无需激将我。我说了，我不记得了。看来害我家之人，连萧太傅都记得。整个朝廷能让你忌惮之人屈指可数，我一个一个找，总会找到的。但在我找到之前，就要委屈萧太傅先认下我这个心腹了。就算我拼上几条老命，也不会答应赐婚的。大不了我支持归田，带着怀瑾回老家去，也断不会让你进门。你就是天煞孤星。你真当这些话能伤到我吗？你敢踏出这个门，就再也别想回来。儿子愿等父亲回心转意。县主，请。小心。血腥味很重，太史丞不必应承，大门一关，我自己来查便可。这里只有你我，怕什么？不可以。香炉是防线的中心点，你面前是坎位，以8卦的方位划分，北坎南临，东震西对。房间如武章人一贯作风，严格按照吉祥生财的方式布置，有门窗，但并无破坏的痕迹。对位有一宽大床榻，两侧各放一盏灯。正位设有一扇窗，可见园中竹林。窗前摆放一张紫檀木书桌，桌上有文房4宝。书本3卷，岗位
设计像屏风，屏风两侧是斗柜。前位放了一张高机，瓷盘里放着一些金饼。此处为房间财位，应是为招财所设。这些均没有被移动过的痕迹。去看看尸体。大床上方有一条用红绸悬挂的横木，5张人上半身挂在横木上，双臂下垂，嘴巴张得很大。是否被塞过东西？看不出来，得等县衙派人验尸后才能知道。死因呢？伤在下身，衣服被鲜血浸透，血从床榻流到地上。